那么，卢比奥等反华议员周三向国务卿布林肯致公开信，以所谓制裁为名，反对邀请香港特首参加今年在美举行的 APEC 会议。那这一事态会不会在中美关系中制造新钉子呢？香港1991年以地区经济体的身份加入 APEC， 那么香港在回归之后，以正式以及单独成员的身份和中国香港的名义来参与 APEC。行政长官和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分别代表中国香港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部长级会议。那么这是白纸黑字写进香港基本法的。美国作为 APEC 的成员国，今年轮值举办 APEC 系列会议，保证 APEC 系列会议顺利举行，邀请香港特首参会。那么这是美方必须要履行的东道国的国际义务。美方根本没有剥夺香港特首参会的单边权利。换言之，香港它作为 APEC 成员参加 APEC 的系列会议，也是不可剥夺的国际权利。卢比奥这些个反华派议员，他们跳出来折腾公开信，这是他们上演的最新一出的反华闹剧，也是要蹭美中交流议题的热度。美中防长在刚刚落幕的相会上，双边会晤破局，美方呢现在是极度不爽，也是极度不适的。但是与此形成反差对照的是，美国高层近来言必称交流沟通，美媒已经在炒作国务卿布林肯要在几周之内访华。那么沙利文也上电视呢，就宣称说期待美中元首能够再度会晤。美媒马上就在延伸，连累在印度以及美国上演的 G20 峰会与 APEC 会议，就是呢两个备选的最佳会见场合。今天《华盛顿邮报》一篇专栏评论的标题，也是在拿美中交流来说事，说相会的形势表明中方无意改善对美关系，但是呢对双边交流，谢峰昨天他呢讲得非常明确，中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，但是呢关键要做好全过程的管理，一边把对方放在制裁名单里，一边又要求对话合作，这是不可接受的。我之前呢在评论中也曾经说过，美方对中国防长延续不合法、不合理也不合宜的所谓制裁，本身呢就是在为自身寻求美中防长沟通对话的这个努力在挖坑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只顾吸引眼球算政治账的卢比奥们，他们呢其实也是在给急于访华的布林肯国务卿在挖坑。如果这位国务卿他处理不好的话，那就是在给中美关系在制造新的钉子。好的，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，谢谢。据台媒报道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5号抵台，这是他在不到2个月内的第2次窜台行程。罗森伯格宣称将与宣布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3名候选人侯友宜、赖清德、柯文哲交流。而美国一直以来基于美国利益和传统，都会熟悉台湾参选人。台媒将罗森伯格此行称为面试之旅。分析认为，罗森伯格窜台试图介入台湾选举的行径，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政治互信进一步下降。6月7号，罗森伯格首先与国民党2024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见面，双方谈了近1个小时。台媒引述消息人士称，双方针对两岸议题、台美关系等都有深度交流。罗森伯格席间也邀约侯友宜访美，深化彼此交流。而侯友宜是罗森伯格此行见的第1名参选人。台媒称，罗森伯格到台湾被外界解读是提前面试3名参选人，但3人之中只有侯友宜没有访美经验，和美方相对不熟悉。8号，罗森伯格与民进党2024参选人，同时也是现任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会面，但有所谓知情人士表示，跟其他2位参选人不一样，赖清德没有所谓前往面试的问题。因为罗森伯格4月份窜台时，赖清德曾与他会面，当时就特别邀请罗森伯格到自己的选区台南走走，而台南不仅是台湾古城，也是赖清德政治发迹的城市。知情人士说，美国对赖评价来自长期观察，包含历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与处长都跟赖清德有很好的交情。例如，过去赖清德就曾带着酈英杰爬阿里山，带孙小雅钓虾。本次也是以轻松方式带罗森伯格游台南。柯文哲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，其主张所谓台湾和平、日本和平、世界和平，但台湾跟中国大陆没有互信，具体维持台湾和平的方式是什么？柯文哲指出，第一是要维持嚇阻的力量，第二还是要设法沟通，他愿意跟中国大陆对谈。
分析认为，3位参选人的两岸论述是美国关注的焦点。虽然罗森伯格声称在台湾选举中不会选边站，但他此行就是画红线，希望他们的两岸论述不要超过美国画设的红线。台湾旺报6月8号的社论指出，以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，美国考量的不只是台湾统独的问题，更重要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，即美中长期战略竞争等结构性因素。台湾只是美国印太战略利益的一小部分。对美国而言，能够守护两岸在不统不独原则下对话的参选人，应该是最优先考量的人选。美国未来会制定相应的政策，在这3个候选人当中，那么进行相应的这种支持，或者说进行相应的打压。所以我想这一次罗森伯格去台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干涉台湾的2024年地区领导人的选举，对相应的候选人的政策进行一个摸底，以便制定出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政策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则认为，罗森伯格窜台试图介入台湾选举，进而影响台湾政局走向的行径，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政治互信进一步下降。美国对台独势力的支持，无疑违背了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政治承诺。